大家好，我係零針仔職塵，好高興又見到大家，又到咗 E-Ink Weekly 嘅時間啦。嗱，如果你對呢一個節目有任何嘅意見嘅話，歡迎咧你喺留言嗰度咧係講俾我聽。好，而家咧就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喺 E-Ink 世界入邊所發生嘅新鮮事物，希望大家喜歡。第一則係 E-Ink 新聞，文石 Bose 喺3月22日為中國限定嘅指定型號推送咗最新嘅固件 V3.3.2， 而喺10日之後嘅3月31日咧，終於亦都輪到海外版嘅型號咧迎嚟更新啦。文石 Bose 針對用戶嘅需求，為旗下一系列嘅產品帶嚟咗眾多嘅新功能同埋改變，有咧以下嘅重點：一、整合第三方雲端嘅儲存，而家用戶咧可以喺裝置上面咧直接下載、存用、修改雲端儲存嘅檔案。二、OCR 功能嘅升級 ，OCR 嘅識別次數咧係增多咗啦，另外轉 PDF 嘅功能咧亦都得到改善。三、筆記功能嘅升級，新增咗模板嘅範本啦，插入筆記嘅選項同埋分享及導出選項咧亦都有增加。另外咧亦都增加咗文本筆記嘅功能。四、內置詞典。新增咗3本詞典，分別係英英、英漢同埋漢語。五、新增咗設置，包括咗側邊嘅手勢操作。Tab 系列入邊咧自動休眠嘅選項咧，終於可以選擇永不。六、帳號嘅免費空間由5GB升到咧係10GB。呢一次咧固件更新之後，裝置調整咗好多細節。經過咗我嘅試用咧，個評價係相當正面嘅，確實咧係提升咗用戶嘅使用體驗。但係咧有一啲咧實用嘅新功能咧，佢收得比較埋啊，唔容易咧讓到用戶了解同埋啟用。所以咧我正在咧製作呢一個教學影片啊，專門講解呢一次文石嘅固件升級。希望咧各位文石嘅用戶咧拭目以待。另外，文石官方亦都提到咧，舊型號都會響稍後時間咧陸續獲得升級嘅，請用戶耐心等待。第二則同樣係 E-Ink 新聞。喺半個月之前咧，我哋已經報道過元泰科技打算咧降低彩色電子紙嘅價格，以提升咧市場滲透率嘅新聞。而喺2023年咧，確實有非常多嘅品牌已經推出或者即將推出咧彩色電子閱讀器。例如咧，Bigme喺咧上年嘅12月開始眾籌全球首部採用咧係 Gallery Free 面板嘅8寸機列，喺上個月咧亦都順利咧陸續出貨俾 Becker。而採用咧 Kaleido Free 面板嘅 Inklook Color Plus 咧，亦都已經有實機係俾 Goodyear Reader 咧去販售。眾廠商咧對彩色電子紙嘅需求相當大，但係限於咧 E-Ink 本身嘅產能啊，現階段咧唔能夠滿足晒市場嘅需要，亦都導致有一啲嘅品牌咧需要延後發售彩色閱讀器。Mobiscribe 咧喺今年1月初發布咗採用 Kaleido Free 7.8寸嘅新型號 Wave Color。當時咧係預計喺4月可以正式發售，但係咧截到我而家錄製呢段片嘅4月6日，佢嘅官網咧仍然未開放預售，預計咧需要延遲到咧夏天咧先至會正式發售。而讀物嘅情況亦都類似，人們咧可以喺今年嘅1月17日預購咧採用 Kaleido Free 7.8寸嘅 More In Plus 2C， 預計咧4月開始發貨。為咗確保咧能夠順利供貨俾所有預購嘅客人，喺預購活動結束之後咧，讀物已經喺官網停止銷售呢一款新型號。結果讀物亦都能夠喺4月11日順利出貨俾所有預購新機嘅用戶。目前咧網上仍然有通路咧可以以預購嘅形式去訂購呢一部 More In Plus 2C 嘅，不過發貨日期咧已經延後到去5月底至到6月中嘅時間啦。為咗應付咧電子紙需求嘅快速攀升，元泰科技咧正喺度擴充生產線，亦都計劃喺本年嘅第2季或者第3季咧，以33.05億台幣喺桃園動工觀音新廠，以緩解短缺嘅問題。第三則係 E-Ink 新品嘅介紹，對大多數人嚟講咧，我諗應該都未曾聽聞咧 Ferris No Movie Player 嘅概念。佢源起於咧一個叫做 Brian Boyer 嘅 blogger， 喺2018年嘅12月發表咗一篇文章，描述咗構建一個電子紙顯示器，每小時咧係顯示24幀嘅電影，而唔係每秒顯示24幀。呢個都可以算係一種咧係藝術裝置，可以讓你咧最中意嘅電影成為一件長期不斷變化嘅藝術作品。喺過去數年，由於電子紙面板相對高昂嘅成本，喺網上咧睇到嘅大多數嘅例子咧都只有幾英寸嘅面積，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能夠咧以較便宜嘅價格咧去買到電子紙嘅面板，讓到咧今回新聞嘅主角 Santai 製作咗呢一個咧係10.3英寸嘅版本。
佢使用咗一個咧可以顯示16度灰階1872×1404分辨率嘅 Waveshare E-Ink 面板，安裝喺木框架入邊，並且咧配以咧係 Raspberry Pi Zero EW。最終嘅產品咧睇落去個完成度係非常高，如同咧好似正式販售嘅產品一樣咁靚。呢個項目嘅獨特之處咧，係唔單單佢擁有一個好大嘅顯示器 ，Santerre 咧佢精心記錄咗呢一個項目入邊嘅硬件同埋軟件，其中係包括佢所編寫嘅 Snow Movie Player Python 嘅軟件，你可以使用佢咧基於 MIT 授權嘅代碼，自行購置硬件嚟製作咧屬於你自己嘅 Snow Movie Player。第4則繼續係 E-Ink 新品嘅介紹。上一集咧，我哋報道咗一個消息，來自阿爾及利亞嘅一間網店咧，喺2月底就已經獲得咗 Kobo Elisa 2E， 並且喺 Kobo 正式發布之前咧，就已經喺全球率先發布咗開箱嘅影片。如今1個多月之後嘅4月5日，Kobo 終於正式發布咗 Kobo Elisa 2E。並且開始進行預售。關於上一次新聞咧提及到嘅一啲規格嘅疑問，除咗確定係同上一代相同，採用咗 E-Encounter 1200嘅屏幕，以及咧前燈升級做咧係 Comfort Light Pro， 觸控筆升級做咧係 Kobo Stylus 2之外咧，呢一款新型號仍然咧係只係繼續擁有32GB嘅存儲容量，並且官方咧係並冇公布咧 RAM 嘅容量。喺處理器方面，雖然 Kobo Elisa 2E 標榜佢嘅處理器升級做 2.0GHz， 但係相較於上一代嘅 1.8GHz 嘅4核心啦，我哋目前咧尚未能夠確認佢嘅性能係咪有所提升。此外 ，Kobo Elisa 2E 嘅機身咧係有85% 係採用環保物料，包括回收塑膠同埋咧係海廢再生塑料，以及咧係再生嘅鎂合金咧去製造。機身嘅背具亦都增加咗一啲嘅紋路，重量亦都比上一代咧係多咗7克，重390克。值得注意嘅係喺 Kobo 公布嘅消息之中，佢哋提到咧佢哋嘅閲讀器將來咧係會支援登入 Google Drive， 除咗係而家一路深度結合嘅 Dropbox 之外咧，會更加方便到用戶去匯入文件或者匯出個人筆記去同他人分享嘅。此外今次咧 Kobo Elisa 2E 咧係同保護套分開發售，唔係好似第一代咁樣咧係以一個套裝形式捆綁發售嘅。但係遺憾嘅係咧，價格上咧並未因此咧有所折扣。喺定價上咧，第二代嘅正機其實係同第一代嘅套裝定價係相同。以下嘅價格咧僅供觀眾參考。香港而家嘅優惠價係3300港元，原價係3500港元。保護套嘅售價係559港元。另外咧會有200港元嘅電子書現金券。英國嗰邊嘅售價咧就係349.99磅，保護套嘅售價係69.99磅。另外咧會有25磅嘅 Kobo E Gift 卡。美國嗰邊嘅售價咧係399.99美元，保護套嘅售價咧係69.99美元。另外咧會有25美元嘅 Kobo E Gift 卡。三地嘅發貨日期咧同樣係4月19日。台灣有啲唔同，第二代嘅定價係由12,800台幣咧係漲到13,400台幣嘅。不過咧 Kobo 係繼續去透過華貝平台以眾籌嘅形式咧去進行預售，可以以超級早鳥價啦11,900台幣去買到。保護套嘅售價咧係1,890台幣，並且會贈送500嘅台幣購書金。預計咧會係4月27日發貨嘅。好，今集嘅 E-Ink Weekly 嘅內容咧就暫告一段落啦。由於咧 YouTube 嘅演算法越嚟越嚴苛，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請記得咧係讚好我呢一段片，先至能夠讓到咧有更加多人有機會咧可以睇到我嘅影片。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 E-Ink 世界所發生嘅新鮮事物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由於 E-Ink 嘅新聞咧相對冇咁講究個時效性啊，所以未睇上幾集嘅，得閒嘅時候可以補睇翻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咧係分享呢個系列嘅影片咧俾你身邊嘅朋友觀看，去認識一下 E-Ink 嘅世界係何等嘅豐富，何等嘅有趣。如果你願意繼續支持我去製作影片嘅話咧，歡迎 Buy Me a Coffee。如果你想學習歐楷硬筆書法嘅話咧，可以成為我嘅月費會員，感謝。如果你或者你嘅親友咧係人在英國，係想購買電子閱讀器嘅話咧，不妨咧去我經營嘅網店嗰度去逛一逛。所有有關嘅資料咧都會喺 description 嗰度咧係列出嘅。希望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，感謝你嘅觀看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